我一直以为这世上没有我花钱买不到的女人，直到那天深夜，我在山路边再到一个穿白裙的女人，我把她带进酒店，关上灯，以为自己捡到了一场最刺激的艳遇，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那一晚真正被玩到死的人是我。我以为捡到艳遇，被玩死的是我。我是一个暴发户，这些年靠着一些运气和人脉关系，意外赚到了远超过自己想象的财富。从那之后，我的生活彻底变了样，每天我都穿着高级西装，开着豪车，四处寻找新鲜的刺激。老婆虽然还住在同一栋大房子里，但我们之间早就只剩下一个空壳般的婚姻。我们很少说话，也不再有任何亲密接触，只是各自过着自己的日子，表面上维持着平静。我越来越沉迷在女人的身体里，我习惯用钱解决所有问题。那些女人一开始可能会抗拒，会犹豫，但最后大多数都会因为金钱而低头顺从。在我心里，只要有足够的钱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得不到的女人，也没有我无法征服的身体。那天深夜，我像平常一样开着车在外面闲晃，山路又长又偏僻，两旁树木茂密，路灯稀少，只有车头灯勉强照亮前方弯曲的道路。突然，前方路边出现一个白色的模糊身影，我下意识放慢车速，定睛一看，那是一个穿着素白长裙的女人。她安安静静地站在路边，长发披散，低着头，像一尊精致却毫无生气的雕像。她的身材比例极好，在车灯的照射下，皮肤白得几乎透明，美得让人瞬间移不开眼睛。我心跳猛地加速，立刻把车停在路边。下车后，我走过去试着跟她搭话，她没有逃跑，也没有露出惊讶的表情，只是微微低着头，用非常轻、非常平淡的声音回应我几句。她的声音几乎没有任何起伏，却带着一种奇异的、让人想要靠近的吸引力。我很快就把话题带到最直接的地方，告诉她我想带她去酒店开房，还承诺会给她一笔相当可观的钱。她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，才淡淡地问我是否真的愿意跟她发生关系。我看着她那张精致漂亮的脸和诱人的身材，当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一路上，她几乎没有说过一句完整的话，只是低头坐在副驾驶座上，长发遮住了半边脸。车内的空调虽然开得很强，但我每次试图伸手去触碰她的手臂、大腿，甚至想往更私密的地方探过去时，都会被她轻轻却非常坚定地拉住手。她没有生气，也没有大声拒绝，只是用那种平淡到近乎冷漠的语气，轻声说，等到了酒店再继续。她的手指冰冷的异常，像一块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石头，她的身体像一具完美却没有温度的精美娃娃。我好几次忍不住想伸手拨开她的长发，想看清楚她的表情，却每次都被她轻轻挡开。当时我满脑子都是即将到来的欢愉，根本没心思去细想，只觉得这种冰凉的触感反而带来一种特别的、病态的兴奋。终于，我们到了酒店。我急匆匆地走到柜台开房间，柜台的2个人员看我的眼神明显有些奇怪，其中一个还微微皱起了眉头。我拿着房卡转身要走的时候，清楚听见身后传来他们压得很低的窃窃私语。奇怪，他明明是一个人进来的，怎么刚刚好像一直在跟空气说话？我听得清清楚楚，心里瞬间闪过一阵疑惑，但当时欲火已经彻底烧起来，我只想快点把这个极品女人带进房间，什么怪事都不想多管。进到房间以后，我几乎是用迫不及待的动作把她推向大床。她只轻声说了一句想要关灯，我就立刻把房间里所有的灯都关掉了，整个空间瞬间陷入一片彻底的黑暗。我只能靠触觉、呼吸和身体的温度去感受她的存在。她的皮肤冷得像冰块，却又柔软滑顺得让人上瘾。一开始，她表现得非常配合，让我迅速沉浸在强烈到几乎要晕过去的愉悦之中，那种感觉远远超过我过去所体验过的任何一次。
我整个人像是被吸进一个又深又热的漩涡，完全无法挣脱，也不想挣脱。后来，他忽然用极其轻柔的声音开口，说想试试另一种更特别、更深入的方式——后庭活动。我当时已经彻底失去理智，只觉得这句话充满诱惑，立刻答应了他。在完全的黑暗里，我紧紧抱住他，感受那种前所未有的紧致、包裹与摩擦感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像被快感彻底淹没。我抱得越来越用力，动作也越来越激烈。我甚至在心里狂喜地想，这大概是我这辈子最疯狂、最极致的一次享受。就在我快要达到最高点，双手用力环抱他的腰部时，我的手无意间往下滑动，然后轻触摸到了一条不该出现在那个位置的长长的、冰冷僵硬的东西。那一刻，我全身的血液像是瞬间被抽干，大脑一片空白，我愣住了，呼吸完全停滞。我终于意识到，我摸到的是男人的阴茎。我拼命想要抽身，想要逃离这张床，可是我的四肢突然像是被无形的沉重锁链死死绑住，全身一动也不能动。就在这时，房间的灯忽然自己全部亮起，我终于看清楚眼前这个女人的真面目。那张原本精致美丽的脸，此刻已经彻底扭曲变形，鲜血从她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不停地涌出来，她的眼睛血红得可怕，像两颗快要腐烂的果实，嘴角却扯着一个极其扭曲、充满病态满足的笑容。那张脸虽然还保留着一点女人的轮廓，但从她口中发出的声音已经彻底变成了低沉沙哑、带着浓浓阴气的男人声音。他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疯狂的饥渴与兴奋，缓缓说出了自己的过去。他生前是一个非常喜欢打扮成女人的男人，他总是把自己装扮得漂漂亮亮，穿着裙子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想要以女人的姿态活着。可是周遭的人不断嘲笑他，排挤他，用最恶毒的话语攻击他，连他的父母也无法接受这样的孩子，最后把他赶出家门。他在绝望和痛苦中，选择在这条偏僻的山路上跳崖自杀。死后，他的灵魂一直徘徊在那一带，日复一日的等待，渴望能真正体验一次当女人的感觉，渴望被男人彻底拥有、彻底进入的那种感觉。直到他遇见了我，他的眼神越来越凶狠，笑容也越来越扭曲。他说，既然我那么愿意跟他发生关系，那么就不要停啊，继续啊，好好享受啊。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拼命挣扎，想要把身体抽离，想要逃离这张床，想要大声喊叫求救。可是我的四肢像是被千斤重的铁链死死锁住，全身肌肉紧绷，却连一根手指都无法移动。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像被另一个意志完全操控一样，开始缓慢而规律地继续动作。那种感觉极其恐怖，一方面是身体仍然沉浸在强烈的、让人无法抗拒的愉悦里，另一方面，我的脑袋却被极度的恐惧和羞辱彻底淹没。我感觉得到自己的体力正在快速流失，每一次动作都像有什么东西在用力吸吮我的精气。我的皮肤开始迅速干瘪，失去弹性，胸口像是被一块沉重的石头压住，呼吸越来越困难，心跳也变得混乱而微弱。他贴在我耳边，用那低沉的男人声音一遍又一遍的轻声呢喃，说我很好，很美味，我的身体很温暖，要再给他更多更多。时间好像变得无比漫长，我不知道这种折磨持续了多久，可能是几十分钟，也可能是一整夜。我只知道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，越来越冷，意识也越来越模糊。愉悦与恐惧不断交织，像两把刀同时在切割我的灵魂。我想哭，想求饶，想逃跑，但什么都做不到，只能任由自己的身体继续被操控，一次又一次地沉沦在那可怕的结合之中。最后一刻，我脑中只剩下一个清晰到近乎残忍的念头，那些曾经被我用钱强迫、被我玩弄的女人，当时心里究竟承受着多大的恐惧与屈辱。我的意识终于彻底沉入黑暗之前，耳边还回荡着他满足又阴冷的低语。
很好，很美味，再更多。第二天退房时间到了，酒店人员发现这间房间一直没有人出来，便请经理拿备用钥匙开门。他们打开门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彻底惊呆了。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、令人作呕的甜腻腐败味道。床上躺着一个全身严重干瘪，像被完全榨干了所有水分和生命力的男人。他的皮肤紧紧贴在骨头上，像一层薄薄的灰色纸张，七孔流出已经干涸的黑色的血迹，整个人已经彻底失去了生命迹象，脸上充满极度恐惧与后悔。